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近日，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杜海涛和沈梦辰的社交平台上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进行互动了。在娱乐圈，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比如说，王峰和章子怡就因为半年没有在公众平台互动，秀恩爱，直接被曝离婚。没过多久，两个人也承认了已经和平分手。所以在娱乐圈中，秀恩爱的频率急剧下降，就表示两个人的感情可能就走到了尽头。甚至网传沈梦辰在深夜发文：“对不起，我们不能再爱你了。”更是令人疑惑，难道两个人的感情就真的这么结束了吗？对于这个消息的传出，有网友和粉丝马上去看他们的社交账号，不过翻来覆去也没有看到被爆出的字眼，所以这则消息极有可能是假的。虽然两个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对于这条信息进行回应，但是在今年杜海涛的生日派对上，这对小夫妻和双方的父母朋友一起晒出了很多两个人之间幸福甜蜜的合照。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戴着卡通头饰，时而含情脉脉的对视，时而面对镜头紧紧相拥。最后的庆生照片更是甜蜜度爆表。这样看似不是辟谣的照片，其实也直接证明了杜海涛、沈梦辰还是非常幸福的，并没有因为一些外界的不实消息而影响感情。要说杜海涛和沈梦辰在娱乐圈中也算是真甜夫妻了，但是在这段感情开始的初期，两个人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外形的原因，很多网友认为两个人起码在外貌上是不般配的，而且当时因为《快乐大本营》的播出，都认为杜海涛只是一个会装傻的、没有担当的男主持。沈梦辰长相美艳不说，自身的主持功底也不错，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他们这段感情长久不了。但是在他们参加女儿们的恋爱之后，看到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反而成为了很多人羡慕的对象。在他们之间，沈梦辰属于比较主动的一方。当初两个人的相识也是因为参加了一档户外综艺，因为杜海涛在各个环节中表现出了和平常在舞台上大不一样的一面，让沈梦辰注意到了他。而杜海涛也早已对性格大大咧咧的沈梦辰产生了好感，所以两个自然而然的就走到了一起。在随后的日子中，两个人也是甜蜜非常。因为两个人都是明星，所以在一起这么多年，他们还是异地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杜海涛和沈梦辰还是非常珍惜在一起的时间。尤其每次杜海涛去接沈梦辰回家的时候，都会带一束花或者是小礼物。就是在这样的细心对待中，沈梦辰越来越依赖杜海涛。原本以为幸福美满的生活终于来临，然而结婚的喜讯还没有过去多久，沈梦辰就突发意外，遭遇无法逆转的额骨折，令人惋惜。原来沈梦辰参加综艺节目时，在有腰伤的情况下，坚持完成了高难度打戏，摔了之后的疼痛指数后来判定达到了8级，就是普通人根本无法承受的痛。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工作，而是简单服用了止疼药和止疼的膏药后，就忍着疼痛继续拍戏。当时在旁观看的著名演员郝蕾都不忍直视，心疼不已。终于熬到录制结束后，才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去医院检查，最后被确诊为第4腰椎左侧横突骨折，骨头无法复位。医生说他的腰椎处有个骨头断裂，并且永远长不回去了，建议沈梦辰要卧床休息1-2个月。沈梦辰刚刚也晒出去医院的检查称，别人拍武打片，我拍 X 光片，别人都是横冲直闯，我是腰椎横突骨折。网友都不理解，只是一份综艺节目的录制工作而已，你主业是主持人，演员只是你的副业而已，你为何还要这么拼命，以至于留下难以挽回的伤病。即使了解沈梦辰的人都知道，她本就是一个对待工作足够认真、非常要强的女孩。沈梦辰自己曾经说过，在与杜海涛结婚后，原本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两人很难再有机会一同工作，并非为了避嫌，而是为了避免工作上的大矛盾。他坦言，尽管平时性格温和，但一旦涉及到职业领域，两人都变得非常坚持自己的意见，时常产生分歧。尤其是自己不希望因为感情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事业。由此可以看出，沈梦辰是一个事业心非常强的女性，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完全可以为了工作暂时把感情放在一边。所以哪怕自己不是专业的演员，
但面对工作仍然冒着受伤的风险全力以赴，这份敬业在娱乐圈颇为难得。先不说他的演技到底如何，起码这份敬业精神值得娱乐圈那些连台词都不愿意背，只会4、5、6、7，甚至本人都不到场表演，全靠后期抠图的某些流量明星们好好学习。即使不止沈梦辰录节目出意外，之前赵丽颖录制快本，为了活跃气氛，所有嘉宾在现场玩起了老鹰捉小鸡。赵丽颖在游戏中没有抓稳，直接被撞飞，因为太瘦，撞飞后滑了好几米。这样的摔倒，隔着屏幕都嫌疼，颖宝却笑着安慰大家自己没事。如果说芒果综艺叫状况频出，那么蓝台综艺就是玩命翻车。歌手张杰在录制蓝台综艺《王牌对王牌》时，接连遭受危险。第一次危险出现在一个惩罚环节中，张杰头顶的道具有松动，最后一起掉了下来，砸到他头上，但因道具冲击力不大，逃过一劫。随后节目上演残酷的对决游戏，让嘉宾与素人通过玻璃管互吹乒乓球。王牌导演组安排的素人是拥有9项吉尼斯纪录的吹管专业人士。张杰在凌晨3点连续录制多时的情况下，因为持续吹气导致缺氧昏迷。他在倒地时面部撞到椅子上，失去意识长达10几秒，出现昏迷加脸部擦伤，一度被传毁容，并可能延后接下来的演出。事后虽无大碍，但张杰依然安慰同伴，幸好不是其他人受伤，也是真仗义暖男了。与张杰同录蓝台综艺的演员张新成，在一次掰手腕的游戏环节，因为张杰臂力太猛，把张新成的胳膊弄骨折了，然后张新成立刻就医治疗。当天节目组停止了全部录制，张杰也陪同张新成就诊。虽然事后张新成发文向粉丝报平安，称无大碍，但事后有机场路透照显示，张新成的胳膊留下了一条巨大的伤疤，疑似手术遗留刀痕。巨大的伤疤让粉丝直呼心疼。后续以肌肉发达著称的张新成，在展露手臂时，恐怕要采取特殊手段才能遮住这条让人不适的疤痕了。已故歌手李玟生前在录制蓝台《中国好声音》时，曾为自己的学员遭遇黑幕而声讨节目组。蓝台对黑幕不但没有解释，反而在后续的录制中报复李玟。节目组在明知李玟腿伤复发无法长久站立的情况下，故意支开搀扶李玟同台表演的学员，把她独自留在舞台上。李玟因长时间站立失去平衡，最终摔倒在舞台上。这一幕在节目正片中也有展示。摔倒受伤的李玟在大屏幕上露出痛苦难忍的表情。最终，李玟表演结束，即在众人搀扶下离开节目组，并删除了所有与该节目有关的微博。时隔1年多，李玟因腿部手术失败导致抑郁，并最终离世。好声音的这次摔倒事件也成为抹杀一位正义歌手的罪证。除了摔倒，颖宝录制奔跑吧还被人不小心推到过了水里。不会游泳的他拼命挣扎，但却没有一个人帮助他。在水里的颖宝浑身湿透，非常无助。从旁观者发出的照片可以看到，赵丽颖在水中一直挣扎，水深只淹过她的头顶。赵丽颖甚至都喊救命了，大家的注意力依然在前面，丝毫没有注意到落水的她。不光是现场的嘉宾没有看到，就连一旁的工作人员也很马虎。好在颖宝足够幸运，最后没有发生意外，否则追悔莫及。我们大家都知道，李晨的外号是大黑牛，身强力壮的他在游戏中颇有优势。即便如此强壮，李晨还是因为录制撞伤了眼角。在这个节目的录制中，李晨也曾2次受伤，一次是被飞来的球碰到眼角，伤口直接出血；另一次是扔学士帽，帽子的棱角太锋利，李晨再一次被砸伤。这一次的伤口比较深，为了尽快愈合，他甚至缝了好几针。2013年，杨洋参加了北京卫视中国首档军事题材明星真人秀《防务精英之新兵报道》。节目中，杨洋所在的队伍任务失败，需要接受教官特别制定的任务惩罚，进入染毒的山洞待10分钟。教官旨在通过这项惩罚活动考验团队成员之间的配合协作能力。对于4个人仅有的3个防毒面罩，杨洋出于对队友身体素质和体能的考虑，面对严酷环境与艰巨任务，毅然决定将防毒面罩提供给队友使用。最终因为肺部吸入有害气体过量而中毒，身体落下终身可及的病根。
2023年11月27日是高以翔参加浙江卫视追我吧节目，因劳累过度心源性猝死的4周年纪念日。2019年11月27日，高以翔在奔跑时突然减速倒地，节目组随即紧急将其送医治疗，经过2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最终医院宣布高以翔心源性猝死。意外发生后，追我吧节目团队及经纪团队一直守护在他旁边，后续联系其家人，共同妥善处理善后事宜。节目组在2019年11月27日特别发表声明以致歉意，并宣布结束录制，希望所有明星在工作时注意自身安全，也奉劝节目制作方和导演组提高安全生产意识，不要让道具、游戏甚至恶毒的人心成为艺人伤病的利刃。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